让20个国家跻身澳大利亚，结局会如何？在这张地图中，国家们分为了3个阶级。位于最外层的是由10个国家组成的低位区，这里人口多，经济水平低。相对中心的6个国家则属于中位区，而最中心的自然就是高位区了。4个国家拥有整个澳洲80%的资源，除了中心交汇点的黄金矿之外，高位区国家分别具有乐观的黄金储备。而中位区国家得到的只有普通石头资源以及单独的木材料。想必你也猜到了，低位区国家什么资源也没有，他们不具备占有资源，只有人口优势。因此，一个崭新的生态环境形成。假如进行混战，那么请将你支持的一国打在弹幕上。比赛现在开始。游戏进源50年，随着澳洲的可用资源逐渐减少，一场持续100年的斗争便出发了。宣战开启，各国自行决定进攻目标。虽然低位区有着较高的初始人口，但随着时间的发展，差距逐渐抹平。55年，第一场宣战由土耳其向意大利发动，这是低位区向中位区的争夺。随后，同是中位区的日本宣战了毗邻的韩国。仿佛一夜之间，各国的计划全部浮出水面。在第一场宣战后，以色列也加入了进攻意大利的队伍。很快，为了应对目前的混乱，高位区的美国、俄国和中位区的德国组建了一个联盟，以此巩固更大的权力。57年，土耳其占领意大利中心，这让前者第一次远观到高位区的繁华景色。然而，低位区也不是同仇敌忾的。58年，加拿大宣战墨西哥，波兰宣战乌克兰，与同阶级竞争，更加有胜算可言。59年，在第一个联盟组建后，英国与法国组建了第2个联盟，目的则是为了制衡美俄德联盟，避免打破高位区的平衡。如此一来，只有印度独自为赢。不过他们在与日本的配合下，占领了韩国区。61年，也不知道是谁给的胆子，瑞典凭实力宣战了美俄德联盟。62年，意大利战败淘汰，土耳其获得全部领地。63年，西班牙宣战乌克兰，与波兰进行包夹，伊朗则是宣战了巴西。目前低位区国家当中，仅有土耳其和瑞典向更高区域发起挑战，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。65年，西班牙占领乌克兰，墨西哥向加拿大进一步推进。66年，英法联盟宣战了日本，伊朗占领了巴西主要地区，美俄德联盟淘汰瑞典。随后，东道主澳大利亚宣战了以色列。67年，墨西哥占领加拿大，日本出现溃败。68年，澳大利亚击败以色列，成功获得中位区的身份。同年，英法联盟战胜日本，因此没有加入联盟的中位区国家已经全部战败。70年，伊朗获得巴西全部领地。72年，第一个获得中位区身份的土耳其向澳大利亚宣战了。结合兵力情况，前者胜率较大，与低位区不同，已经拥有明显的地位后，中位区国家会宁愿臣服，与同位区进行竞争，继而获得赏识。73年，西班牙宣战波兰。拥有更多物资的一方本来是稳操胜券，但波兰在绝境中抓住了机会进行反击。西班牙的倒霉情况还没有结束。75年，英法联盟宣战了西班牙。76年，土耳其淘汰澳大利亚，印度宣战伊朗，墨西哥正在寻求结盟保护，美俄德联盟出其不意宣战了他们。78年，波兰的命运反转了。西班牙区被暂时援军英法联盟占领，另一个联盟的战事也是顺利的推进着，墨西哥几乎没有翻盘的可能。80年，墨西哥战败淘汰，印度和伊朗依然未分出胜负。82年，由于波兰上一轮的积极表现，英法把他们纳入了联盟当中。此后，这就是一支由高中低3层阶级组成的联盟，看上去表现着包容的格局，实际上英法是不是考虑到继续与另一个联盟维持平衡呢？84年，根据当前的形势，印度选择放弃进攻，并与伊朗结盟。英法波联盟则宣战了一路从低位区打过来的土耳其。这一想法与美俄德联盟不谋而合，土耳其将遭遇史无前例的进攻。91年，土耳其被2大联盟瓜分淘汰，而且目前在场所有国家都已经形成联盟。当然，平衡依然会被打破。95年，美俄德联盟和英法波联盟竟然同时宣战了印以联盟，如此保险的打法也让比赛进入了难以预测的情况。102年，随着印以联盟的战败，英法波的数据超越了美俄德。
幸存下来的印度人则是在2年后加入了英法波联盟。110年，在如此有利的情况下，英法波联盟做出了宣战，向美俄德发起进攻。世事难料，美俄德在战争中逐渐占尽上风，直到128年，德国解散了联盟。原来在这场战争中，俄国已经战败，德国无意间把美国包围。当英法波趁机宣战美国后，德国也不惜向往日的盟友开战。131年，英法波抢夺失败，结局似乎只有一个。132年，德国宣战英法波联盟。在不断的抵抗当中，英法波联盟的成员仅剩一国，你猜怎么着？波兰与德国战到了最后。134年，波兰战败淘汰，因此恭喜德国成功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